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没事儿。我没事儿。你看我不好好的吗？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我是逃出来的。我托淑荣帮我打听你的消息，可是我还以为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逃出来，会有更严重的后果？你到现在为什么还对自己那么不负责任呢？我知道，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。可是我真的担心你啊。你呢？你不用担心我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过的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回去吧，回去以后好好改造。出来以后重新做人。我祝福你。你祝福我？淑荣为了你特意来找过我，他求我去监狱看你，让我给你写几句话，我都拒绝他了。我跟他说我要忘了你，我以为他跟你说了呢。再说了，我一直都没去看，也没跟你写信。我以为你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我们不可能了。没剩几年了，就得几年了，几年很快的，我很快就会回来找你。等这几年一过完，我就可以回来了，我就可以回到你的身边，我就可以再出来找你了呀。戚伟，你太天真了，几年有多快啊？就算我愿意等你几年，那个时候，你以什么样的身份和资格来见我呀？你觉得我的家人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？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。你说过你等我的。我说过我等你。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这么说了。我现在不想等你了，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想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了，不想再跟你搅在一起了。所以你不爱我了，是吗？我不爱你了。我可能早就不爱你了，应该是我在决定回城的那一晚，我就不爱你了。因为那一天我决定放下你，去求书记，求他让我回城。别再说了，别
别再回忆了，不要再回忆了。齐伟，我就算不去回忆，那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。我为了回城，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跟书记交换个条件又算什么呢？我愿意，因为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我只要能回城，我什么都愿意放弃，包括你。我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不爱你的。新梅，你是我的希望啊！你知道吗？里边的生活有多单调，每一天都跟前一天没有任何区别，每一个明天都跟今天是一样的。你知道我们有多么渴望能够有点新鲜的事情发生吗？我住在3楼，每天每一餐饭上楼的声音，给我们装饭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木桶，很重。那个木桶放到地上的时候会发出咚的一声。就凭那一声，就凭那咚的一声，我就能够听得出来，那一天的粥是咸的还是淡的。我能听得出咸淡。我的希望。我坚持着，全是因为我知道你在等我。齐伟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要跟噩梦般的过去说再见。只有离开你，我才会有更好的生活；也只有离开我，你才能真正重新开始。我爱你，对不起。不错，你考怎么样？我也不对吧？最后一天。最后一天。老师，有一个叫牛淑荣的提前交卷了吗？哦，有啊，他开考40分钟就交卷了，连一半都没完。齐伟，我送你去火车站吧。
往里吃点，往里吃。淑荣，我没考完。没事，明年我陪你再考。你人没事就好。你不用对我这么好。淑荣，你看，齐伟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啊！我每周都会来看你的，你一定要好好改造，不要再做傻事了，听到没？别再来看我了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，别再干傻事儿了。子波是个好人，好好珍惜。齐伟一辈子还很长，你还有很多快乐美好的事情没有去做，你不许消极放弃，我不允许你放弃。这个世界上不只有赵新梅一个女人的，齐伟，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爱你啊！1979年，知青返城大潮正式拉开了大幕，牛淑荣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回城名额，回到海城。一时没有工作安置的他，在赵子博的帮助下，经常到大学校园去旁听。正找你的有点事儿，队长，你先走。哎，等等，这个，于老三的地址，你写信问他齐伟的事儿就行了。我先过去了啊。
做我女朋友吧？戚伟，你真好。整个中秋节，全农场就只剩下咱们2个人了，我1分钟都不会离开你。戚薇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看牛叔叔的，你让开。哎，什么叫我让开啊？你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家。我知道这是你家，那又怎么样啊？牛成国，你不要以为你穿上一身军装你就牛气了。你有本事你到战场上去横，你跟我横什么横啊？你给我让开！哎，反了你了！我看你这是，你还敢打人了是吧，牛成国？谁动手了？哎，你给我出来！叔叔先坐下啊。爸，坏人，他们都是坏人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不是坏人啊！新梅，你要保护我啊！我在这儿啊，我会保护你。妈，你看，爸，你怎么好赖不分呢？你听我说，爸爸刚好一点，你就别刺激他了。这些年你不在家，你不知道。新梅呀，经常来看你爸爸，也怪了，他就认新梅，说他是好人。不过也亏了他了，要不然我估计你爸爸都扛不到现在。阿姨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哦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赵新梅，那个，对不住啊，刚才不好意思。那我不了解情况，我不知道你一直在照顾我爸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，我自己做过什么，我心里很清楚。请你在指责我之前，最好也弄弄清楚。还挺倔。怎么样啊？齐伟现在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他转狱以后就失踪了，但是于老三现在可能知道他的下落。你跟于老三还有联系啊？没有，我那不是在学校碰见魏然了吗？魏然跟我说的这事儿，还给了我个老三的地址，让我问老三齐伟的事儿。地址呢？让牛叔叔拿去了。原来牛淑荣还是没放下齐伟啊？不一定吧？那淑荣跟齐伟一直就没联系上，那说不定只是想知道齐伟的消息。哥，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，你也别老想着牛淑荣了，没用的。他的心里被一个齐伟占得满满当当的，没有任何位置留给你了。谁跟你说我这心里就想着淑荣了？我希望他赶紧找着齐伟，结婚生子，百年好合。我恭喜他。淑荣，淑荣，你来干嘛？淑荣，那天是我话说重了，我不对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子博哥，你回去吧。那要是我带着齐伟的消息来的呢？他回信了，新的。
欢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就不见了呢？淑荣，你先别难过，说不定齐伟现在很好。万一他要是过得不好呢？他要是生病了，他要是死了呢？你说他要是死了，他身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淑荣，齐伟就这么让你放不下吗？我也很想忘了他，我也不想继续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！你以为我不想重新开始吗？真的好多次，我觉得我可以了，我可以把他忘了。可是我一听到他的名字，我不行的，我忘不掉他。我怎么就那么没有出息呢？反正人家还不喜欢我。淑荣，这和出息不出息没关系。喜欢一个人能有什么错呢？但是我不想看到你这样，我想让你好，我想让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。淑荣，我想让你忘掉这些伤心的人、伤心的事儿，让我照顾你好。子博根本不值得你这样。淑荣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淑荣，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淑荣，你回去吧。淑荣，淑荣。淑荣，淑荣，你出来的比我还早啊！我等着吃你这一顿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早饭都没吃，你饭票可得带够了。放心吧，你要不够吃，把我那份给你。上来，好了好了，走了啊。走吧。小诗，哎，新梅，你先在这坐会儿，我去办点事儿，马上回来。吃饭了。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这都到你的地盘上了，你想怎么着吧？说什么呢？误会呢总是难免的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人是你对象？不是，就是我一朋友。朋友？怎么可能只是朋友呢？朋友会请你单独吃饭。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他是你朋友啊，你认识他呀？谁不认识他啊？牛成国，青年才俊，提职之后就要回海城来工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消息一出，部队大院女孩都等着呢。真没想到让你给捷足先登了。你别瞎说啊，别说风就是雨的，没有的事儿。我不管现在是不是，可是你现在要抓紧了啊！稍一松手，这别的女人可是排成一个连呐。
难不成你想一辈子喝西北风呀？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我这人呢，就是以德报怨，你得记得我的好啊。是，媳妇，不好意思，等着急了吧？你说我跟你赔礼道歉，还让你等这么长时间，你不会又生气吧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在你眼里我脾气就那么差呀？我没事儿。哎，你刚才办事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那什么，我得先核对一下材料，你再等我一会儿。嗯。你看什么呢？我看这个档案袋呢，我都没见过这种牛皮纸的档案袋，特别好看。你送一个给我做纪念行吗？这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拿走。谢谢啊。饿了吧？点饭。啊。哎，那你顺便再叫2瓶汽水吧。我们庆祝一下。没问题，等着我。吃。哎，多吃点啊。陈国哥，我一看到你就想到我们小时候，你我还有舒荣，我们仨老在一块玩。但是邻居那臭小子他老欺负我，揪我小辫儿，每次你都替我出头，所以呢，只要你在我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。你小时候啊，就跟那个假小子似的，不像我妹，舒荣她特爱哭。哎，我小时候就有预感，我就知道你会当兵，会当军官。小时候保护我们，长大了保卫国家。保卫国家，不就跟保卫你们是一样的吗？哼。那个，西梅啊，这有件事儿吧，在我心里边一直有一个疙瘩，就是我妹舒荣跟我说的那些关于你的事儿，都是真的吗？可是这些天跟你接触，我总觉得不太可能。可不太可能吧？那你们俩下乡之前跟亲姐妹似的，怎么回来之后就跟仇人一样？陈国哥，我跟舒荣不是仇人，只不过是因爱生恨罢了。这件事情是个误会。我们下乡那会儿，舒荣喜欢上一个男知青，不过那个男知青偏偏喜欢我，因为我跟舒荣是姐妹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他。不过后来纸包不住火，还是被舒荣发现了。他特别生气，也特别恨我，觉得我欺骗了他，是我横刀夺爱，所以就跟我翻脸了。这么回事儿啊？那你跟他解释一下，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？我那时候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脾气也挺犟的。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又不是我的错误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呢？就这样了。哎，你说你们俩真是一个比一个犟，都犟一块儿了。别说这些了，今天是为你庆祝来的，干杯！啊。吃。陈国哥，其实我心里特别知道，在别人眼里都觉得当兵可风光了，可其实当兵是真苦啊，有身体上的苦，有心里的苦，这些苦你们都得自己扛。要说我们的苦啊，一般人还真理解不了。就说我们守卫那水电站吧，建在那荒郊野岭上，你走几十里，周围都碰不到一个人。可是苦点累点的，
咱不怕，谁让咱是军人？就是没人跟你说话，没人跟你交流，是最难熬的。好，对，我克，丑点了，但是平时我就没事就跟他说两句话，要不然憋得实在难受，就冲他吼两声。要不然你会觉得这一天过得比1年时间都长。新梅，我真挺意外你能说出刚才那些话，谢谢你理解我。不过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就要回来了，对吧？对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。太好了，那我就能经常见到你了。要是再有坏人欺负我，我只要大喊一声“陈国哥”，你就……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太大声了？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，还有叔叔。谢谢你。吃饱了吗？今天？嗯。啊。来。我不用了，陈国哥，你留着吧。你爱吃苹果呀。嗨，这东西啊，在我们那儿就是奢侈品。我们那个哨所啊，补给全都靠山下往山上拉，别提苹果了，吃新鲜蔬菜都困难。我们好多战友都缺乏维生素，有的都得了夜盲症。这么辛苦啊！对了，新梅，你处对象了？没有啊。啊，那行，那等我回来给你介绍几个有为青年啊。好的。这么恨嫁呀？我哪是恨嫁呀，我逗你玩的。我要是想嫁人，早就嫁了。我想过了，我这辈子啊，一定要找一个我最爱的和最爱我的人结婚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那行，上车吧，别溜达了。来，好啦，扶好了啊。好了好了，走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哥他就是个大傻子，他疯了他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等他回来，你自己问他吧。在大街上居然跟人搂搂抱抱，他都傻了吧他？搂搂抱抱？不会吧？他才回来几天，才10几天，怎么着？他有对象了？这个赵新梅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她把我哥都给弄晕了。我之前跟他说的那些话，他全给忘了。谁？你说谁？赵新梅？不会吧？不会的。妈，回来了啊！哎，叔叔回来了。舍得回来啦？什么叫舍得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啊？找赵新梅啊！你俩不是挺亲热的吗？你看，说你小心眼儿吧，你就小心眼儿。这心眼儿真小，比针鼻儿还小。赵新梅跟你说我什么了？陈果，啊妈，你妹妹说的都是真的。妈，您别听她在这胡说八道，心眼儿小。我跟您说，就是你们俩给她惯的。哥，好多事情你根本就不了解。赵新梅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。我只能跟你说，她这个人不简单，你自己要想清楚。行了，喝水去吧，把心眼儿喝大点啊。妈，你看她。行了，你去吧啊，妈来说。赵新梅，你出来。怎么了，淑荣？你已经有了齐伟，有了回城名额，你怎么连我哥都不放过了？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什么叫我连你哥都不放过？你别装了，今天下午我都看见你们俩了。那你都看见了，你还问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齐伟他为了你，他还在牢里蹲着呢。
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是有良心，我就得替齐伟去坐牢了。我要是有良心，我就得活生生的等他从牢里出来，和他在一起，是吗？淑荣，你能不能成熟点啊？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你哥是主动请我去吃饭的，不是我上杆子求他的。齐伟呢，他不喜欢你，不选择你，是他的事儿，不关我的事儿。你不要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，把气撒在我身上，这样对我不公平。好了，你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呢。新梅，明儿我就回部队了。本来想跟你当面告别的，估计也没机会了。谢谢你能理解我，懂我，知道我背后的不容易。啊，这个小人儿一直陪着我站岗，今天给你留下。就当是个纪念。梅，金梅，你有事叫我来不就得了吗？这大老远的你还跑一趟，哎，我烤的，我不想吃。趁热，趁热吃。我说了不吃就不吃。咋了？这都掉地上，你能不捡了吗？高兴，也不能浪费粮食啊！我说了让你别捡，你就别捡了。新梅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可大叔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啥？新梅，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？我要做错了，我可以改，我真的可以改。新梅，你没有什么做错的，是我做错了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嫁给你，却还答应做你女朋友，是我大错特错。我赵新梅对不住你，就这样吧，分手吧。新梅，新梅，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肯定好吃，买点这个啊。赵新梅，怎么这么巧啊？这不快过中秋了吗？我就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。哦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啊是我的嫂子。嫂子？哪来的嫂子？还能哪来啊？是我哥牛成国的媳妇儿呗。别不好意思。什么时候定的呀？刚定的。来，嫂子，你看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哪个？这个啊，好，这个呢，我来一点吧。
同志，新梅，你怎么来了？哥哥，我来陪你过节了，我给你带了苹果。赶紧走，快！哎，第一锅饺子好了，吃饺子了！有筷子，慢点啊！真好吃，好久没吃那么好吃的饺子了。都好吃啊！好吃。饺子不错啊，好看，吃饺子了。再尝一个。起什么哄啊？给我立正！吃饺子，立正！什么意思？哎，给我留点。不是吃饺子堵不住你嘴啊！还有啊，别急，拿。哎，给咱排长留点。做人啊！怎么都坏了呀？都怪我，肯定是我路上摔坏的。不是你怎么还哭上了？不是，没事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拿这么多东西上来就挺不容易的。再说，这新鲜水果啊，拉到我们这山上去，也不会有几个新鲜的。没事。早知道我就带水果糖了，也不会坏了。真没事儿，回头让战士们把这坏的做成苹果罐头。再说你拿上来的，就算是烂的，肯定也特别甜。这是坏的，你别吃啊！真的没事。哎，坏的你别，给啊！你别吃坏肚子了，吃了。让。那个，想看月亮吗？在哪儿啊？外边。到了。你看。陈哥哥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这儿啊，你看，就是我平时值班的地方。一到这时候啊，就这机器陪着我，再有呢，就是外边的星星月亮。跟你说，从这儿看月亮是最漂亮的。真的啊？哎，还真是，从这里看月亮又大又圆，特别好看，是吧？嗯。新梅，你知道这个中秋你能陪我一起过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呀？意味着嫂子，谢谢嫂子，小嫂子敬礼。捣乱！小友准。这帮小子，他们真是太可爱了，和你一样可爱。啊，是，我们就是最可爱的人嘛。那个新梅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新梅，这个中秋你能陪我一起过，对我来说意味着我要娶你，我要跟你白头到老。我要是娶了你，绝不会再让你吃这2天吃的苦。后的日子，我让你尝到的都是甜，比你给我买的苹果还甜。哦，
那个人放你那儿了，我又克了一个你。西梅，加油吧，好吗？我可真是不知道，这齐伟有什么好呀？你对他这么念念不忘。那于老三哪好啊？你非得把人家拐到海城来？你快别说于老三了，哎，你忘不了齐伟吧？这我能理解，痴情男女的。哇，那于老三那个傻货，那段时间齐伟不给他回信的时候，哇，都烦死我了。我也不知道齐伟能不能收到回信。哎，有的时候吧，这爱情就是一个人的事儿。这信寄出去了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哟，赵新梅，这么巧啊？给谁写信啊？给我亲戚呀。哎，淑荣你呢？我给我哥。你哥什么时候改姓齐了？我没有必要告诉你。淑荣，你给齐伟寄信呢，是没必要告诉我。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呢？我也不需要知道。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这么做对得住我哥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还不清楚啊？你一直惦记着齐伟，但是我哥对你好，你也从来不拒绝。你这样不明摆着是耽误他吗？哈！哎，这话我就听不下去了。要不是牛淑荣拿枪逼着你哥对他好，什么耽误不耽误的？你这么说呢，就是不道德，就是赖皮。什么时候你赵新梅的道德水平提高那么多呀？我是我，我哥是我哥，我哥这个人善良、单纯，而且执着。我希望你不要利用他的感情。我哥的条件虽然不说有多么的好，但是要找一个全心全意爱他、一心一意只为他的姑娘，不难。赵新梅，我从来没有利用过赵子博，而且我的态度一直很明确。想不到竟然落得这样一个罪名，这罪名太大了，我担不起。麻烦你回去告诉赵子博，让他另觅佳人吧。妈妈，我们走。那就好。芹菜是今天到的吧？是今天到的，挺新鲜的。赵新梅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呀，你疯了！鞋都快被你拽掉了。这话该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谁让你管我和牛淑荣的事儿了？哪是我要管的，是咱爸让我管的。赵新梅，就你这点小花招，你这点伎俩，你还想骗你哥我？差得远了你。你聪明。你聪明就不会白白给牛淑荣当了那么多年备选了。你知不知道牛淑荣现在心里还记挂着齐伟呢？他还试图要跟齐伟联系呢。那他不是没联系上吗？他现在没联系上，以后迟早会联系上的。我告诉你，牛淑荣心里住着个齐伟，你进不去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你根本就不懂爱情。爱情？我是不懂。但我至少知道，爱情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尊严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不该做的就是向别人祈求什么，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向别人祈求爱。爱是求得来的。再说了，赵子博，你看看你现在，你有什么呀？你现在还是一个伸手向家里要钱的穷学生。
你能给牛淑荣什么样的承诺呀？自己都养不活自己，还养活他呀？我说对了吧？我赵新梅又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你是我亲哥，你的事儿我不管，谁管呀？我不能白白看你受委屈。还有啊，那个你要表白的事情，你就别在那操心了。牛淑荣让我跟你捎句话，让你另觅佳人。赵新梅，我还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，可是等我大学一毕业，我就能有工作，到时候我就跟淑荣求婚。哎，哥，你晚上想吃酥溜芹菜吗？我给你买去。我不吃。新梅，牛叔叔，阿姨，淑荣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新梅怎么不能来呀？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，你吃顿饭，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。你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，过来吧，吃饭吧。啊，那个，爸妈，我和新梅现在不仅仅是朋友，今天带她过来就是想跟你们二老正式说一下，那个，我想跟新梅结婚。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听清啊？我想跟新梅结婚。爸妈，中秋节我一个人在哨所，说不孤单不想家，那都是假的。我也希望有人能陪我过节，有人能理解我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新梅一个人还拎着那么多的苹果来哨所看我，我都不知道她一个女孩怎么办到的。就冲这份情，我就认定我要跟新梅共度一生，白头到老。那个妈，下个月我就想跟新梅结婚，然后带她去新地方报道。是这样啊，陈国，你呢刚回来，很多事情啊你还不了解。这种事儿嘛，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，得从长计议。行了，先吃饭吧，啊。妈，吃饭吧。哥，我想跟你谈谈。要是谈赵新梅的事儿，就别谈了。哥，你现在是打算为了这赵新梅，不顾全家的反对意见啊？不是，淑荣，我问你，你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？啊？你知道？那你知道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？不是我不支持你，可一定要是赵新梅吗？我知道你们俩之前闹得挺不愉快的，新梅也都跟我说了。可我觉得那都是误会，都是小事儿。那时候你们都小不懂事儿，说开了不就好了吗？不是误会，哥，你都不了解情况。你明白你跟我一个人在大山里边放哨时候的那种寂寞吗？你明白你跟我坚强背后的那种脆弱吗？你明白我多么渴望能拥有一个家吗？这么多年，我就像
像一个小鸟一样，一个人在外面飞。我多想有个人能理解理解我，安慰安慰我。可这个人不是你，不是妈，也不是爸，是新梅。你们只在乎我飞得高不高，可新梅在乎的是我飞得累不累。叔叔，你要是真为了你哥我好，帮我劝劝爸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真的爱我哥吗？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吧？不过既然你问我，我也就老老实实的回答你，我真的爱你哥，我想嫁给他，和他拥有一个家。那齐伟呢？我爱过齐伟的，不过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的爱云淡风轻的，没什么责任，也并不长久。当我看到陈国的时候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他让我觉得特别踏实，他让我想拥有一份天长地久的爱，我就想跟他好好过日子。我知道你和阿姨多少对我会有一些想法，没有关系，时间能证明一切。只要你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、不好的，我愿意改。其实我跟我妈，主要是担心，你是真的爱我哥这个人，还是爱他的条件？看你说的，你哥人好，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秀，是许多姑娘心目当中理想的对象。我也一样，我也爱慕哥，我爱他，当然也爱他的条件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你对你哥就那么没信心吗？淑荣，你就相信我这次吧，相信我，没有哪个女人愿意把自己的婚姻当作赌注的。我妈那边，我会去说的。谢谢啊，不用谢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我哥。淑荣，那你再帮我一个忙吧。你把阿姨先带出去，晚饭的时候再回来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轻点。他们两个要结婚了，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！啊，阿姨，妈，陈国，你自己选的路，可要一直走到底呀。谢谢妈。谢谢妈。啊，那个妈爸，过两天啊，我就调回咱们这儿的部队了。以后啊，有时间我们多回家看看你们二老。好。什么时候到新地方报道啊？过两天，过两天我想跟新梅领了证之后带她一起去。怎么还拿那么多东西啊？新梅，哥，哎呀，回来了。那个部队里啊，部队里有些事儿要处理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回去慢慢说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我毕业呀。你毕业那是好事儿啊，爸肯定特高兴。你不回家，你上这儿来啊？
金梅，你回来，爸更高兴，赶紧回家看看你一会儿啊。我们先进去了。叔荣啊，你好好想想，我等你答复。嗯。我帮我哥收拾东西去啊，子博哥再见。哎。行了，陈果，事儿来了，你就得扛着，难受有什么用啊？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这还能怎么办呀？去跑跑安置办吧，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。好找吗，哥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找不着个多好的，找个一般的总行吧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去扫大街呗。扫大街也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，不丢人。我又没说扫大街丢人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金梅。行了，别吵了。难得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，你们还跟小孩似的，吵什么吵啊？吃饭吧，吃饭。陈果，今天怎么样啊？哪儿都不缺人，不太好安置。你一个人这么跑也不是办法，要不你问问爸妈，看他们能不能帮帮忙呗。爸妈都退休这么长时间了，再说我这么大人了，什么事都靠家里，说出去多让人笑话呀。而且现在爸妈正操心淑荣工作的事呢，咱就别跟着提了。操心淑荣干嘛呀？她不是有工作吗？那也不能扫一辈子大街呀，年纪轻轻的，有工作换，那就换一个呗。他自己那天不是说扫大街是靠自己双手劳动不光不丢人的吗？他看你怎么就跟他过不去呢？哎，妈有没有说给他换什么工作呀？具体不太知道，好像听说有一工厂要考试招工。那不挺好的吗？那招工肯定不止招一个人，你去跟妈说说，让我也去试试啊。哎呀，你就先别着急了，一个一个来呗，肯定能轮到你啊。轮到我得什么时候啊？机会不等人的，你就帮我去跟妈说一下嘛。啊，好。淑荣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这儿又是沙又是垃圾的，不怕弄脏你的新衣服啊？淑荣，你也知道我跟你哥刚回来，工作的问题弄得我们心烦意乱的。我要是有什么说的话太重的话，你还是原谅我吧。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。我就是刚刚去买苹果了，然后顺路不就看见你了吗？跟你打个招呼。就买2个，你一个我一个。赵新梅，我认识你不是1、2天了，你没事儿恨不得绕道走。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吧。我是有事跟你说，我想跟你道歉。道歉？你要为哪件事情道歉啊？说我知道这么多年我们之间也发生了很多事儿，你可能心里也不愿意原谅我，但是我们毕竟是从小长到大的姐妹，有任何事情，我第一个人想到的就是你。我的心里话，我只想对你说。我知道你肯定很奇怪，我为什么突然跑来跟你说这些，那是因为昨天晚上你特意给我留下的那管牙膏。我真的很感动，我觉得特别温暖。你没有完全把我拒之门外，你还是那个善良的牛淑荣。那个是我不小心留下的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没办法了。那我不耽误你工作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这么做可全都是为了我哥啊。等我一下，走吧。淑荣，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，
无论环境有多苦，你还是那么乐观。工作又累又枯燥，不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得去？你是不是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真的爱你哥啊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哥是真的很爱你。是啊，能和你哥在一起是缘分，他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，我很感激。老天爷会把很多人带到你的身边，有些人虽然相爱，但只会互相伤害，这种就不是缘分，是孽缘。你指的是舒柔？我很后悔当初跟齐伟在一块儿，如果还是你们在一起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谁都不能预测到未来会怎么样。是啊，过去没办法重来，只能好好的把握现在了。虽然说我跟你哥回来之后，就业遇到了一些困难，转业的那些钱也不知道能撑多久，但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携手并进，一定是能够渡过难关的。对了，舒柔，你们这儿还招人吗？我也可以当清洁工的，我想帮你哥减轻一点生活的压力和负担。你以为清洁工是你想当就能当的？那难不成这门槛还特高啊？当然高了。哎，那个明天我爸的学生介绍我去工厂应聘，你要不就跟我一块儿去吧？真的？舒柔，那太好了，我都不知怎么谢谢你了。你别谢我啊，我先把话说清楚啊，我可是为了我哥，我不是为你啊，听明白没有？好，为你哥。